这样此消彼长下去，用不了多长时间，美国的制造业就要彻底的空心化，连传统的高技术产业能不能保住都是个大问题。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中国经济逐渐向好，制度优势再一次发挥威力。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6月份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从5月份的 49.6 升至 50.2， 越过了荣枯线。这主要是因为上海疫情基本平息，经济活动正在恢复，提振了生产和新的订单。服务业同样开始反弹。上海是长江经济带的龙头上海的复苏带来的提振效果是全局性的。西方势力疯狂唱衰中国经济，又一次被打脸。这个里面有2个概念要解释一下，一个是采购经理人指数，一个是荣枯线。采购经理人指数是衡量制造业在生产、新订单、商品价格、存货、雇员、订单交货、新出口订单和进口等8个方面状况指数，常常以 50% 作为经济强弱的分界点，也就叫荣枯线。如果采购经理人指数在 50% 以上，表明经济正在增长；在 50% 以下就说明经济实际上是在下滑。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如果房地产或者是金融投资行业非常火爆，但是制造业的情况就不好，那么也可以认为整体经济是不健康的。所以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体现了经济的健康程度。中国是世界上制造业的第一大国，在很多领域我们还是第一强国，所以制造业经理人指数所体现的绝不仅仅是中国一家的经济健康情况，它实际上还是全世界经济健康状况的间接反应。如果中国的制造业都进入了萎缩，那么世界经济也没什么指望。提振经济发展对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来说都是首要任务。美国从特朗普到拜登2任政府都把经济发展一直挂在嘴边上。为了能够提振经济，这2届美国政府是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招数，对中国产品征收惩罚性的关税，向高技术产业进行投资等等，目的就是想把尽量多的制造业的机会拉回美国，同时创造新的高技术制造业，让美国工人去替代中国工人制造产品，这样就可以把产值、利润和税收都留在美国。但是到目前为止美国政府的所有的经济刺激举措都没有取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虽然特朗普和拜登都经常在推特上宣布创造了多少个就业机会，失业率又降低了多少，但是制造业采购经理人的指数却一直不好。造成中美2国这种区别的主要原因是2国的社会制度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在政权性质上我们是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从执政党到执政体系本质上都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制造业是不是健康，在很大程度上就代表了政策是不是正确和适当。马克思说过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1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没有制造业，老百姓吃什么用什么呢？但是美国的社会制度是为了资本集团的利益服务的，资本是为了利润而生存的，无利可图的事情就算对老百姓有好处，资本那是不感兴趣的。美国政府也只能是有心无力。从政权的运作形式看，中国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儿，在经济遇到困难的时候，政府有权利调动全国的资源来解决最紧迫的问题。地方利益、行业利益，甚至是某些集团的利益，在国家总体利益面前都是要服从或让路的。美国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州一级政府权力非常大，在联邦利益或地方利益面前往往会形成顶牛。总统作为联邦政府的首脑，在很多情况下是没有权限去要求地方政府去做什么或者是不做什么的。提振制造业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整个国家都运行起来，为制造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以美国政府的运行机制，这是根本做不到的。美国社会啊，有一种极其顽固的思想，那就是政府不应该干预经济的运行，否则就是计划经济，就是要搞社会主义，就是大逆不道。只有把尽量多的经济活动交给私营部门去自行其事，才符合美国式的自由民主。这两种制度到底谁好谁坏，如今呢已经是一目了然了，甚至连美国资本家自己也做出了选择。美国如今最耀眼的产业明星马斯克，把他的超级工厂开在了中国的上海，并且经常在推特上大力的赞扬中国政府和中国工人的敬业精神，赞扬中国在新能源汽车上的领先地位。这样此消彼长下去，用不了多长时间，美国的制造业就要彻底的空心化，连传统的高技术产业能不能保住都是个大问题。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